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，这次的米14系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目前最详细的小米手表 S3的开箱体验分享，下面也会有详细的功能介绍，快跟我一起来看看这波手表 S3值不值得购买。那么我们开箱，走着。好，我们来拆箱一下今天刚刚发布的小米手表 S3表带圈套装。它是有一个渐变表圈、蓝牙通话、超长续航、微信检测、第三方 APP 支持。它是这么一个长长方方的形状啊，四周是这样子的。来，哇，还挺厚的啊，有点重量的啊。采用的是磁吸充电，2点磁吸。它本体是这么一个感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触点，圆形的。它这次整体的感觉。质感是可以的，它有2个这个表冠。来，我现在充一下电来试一下，开个机。好，哇，直接是小米的澎湃 OS 啊！它接收升级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它现在已经显示更新了最新版本了。我这款是黑色的蓝牙款，整体的风格我感觉是规规矩矩的，没有太多弧面的处理。都是直直的那种设计，一眼看过去会有一种厚重的感觉。实际测量是14毫米，整体铝合金机身，采用阳极氧化的工艺，重量方面反倒是轻了4克。右侧上下有2个表冠按钮，靠近下方的是扬声器，一体化的后盖，类似于陶瓷的塑壳，多环设计的心率传感器。充电方式一样是2个小支点，上方有2个麦克风小孔。表带的拆卸方式大家肯定也很熟悉，小米稍微加粗了这个扣子的地方，拆卸会更方便一点。表带的佩戴方式也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它的佩戴其实和我们正常的佩戴是一样的，就这样穿进去了，然后可以比正常的时候稍微松一点点，因为这边是插进去的，直接这样插进去，那就这样一个状态。宣传了很久的百变表圈是个啥东西呢？要如何使用呢？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。刚好我这有一款黑彩虹的锻造烫表圈，我们现在来给它换上这个黑彩虹，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个动效啊？有3个小点，然后这应该是对位的一个键，因为它后面有这个橙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限位，这是组装的地方。我们把这个环的位置给它给对上。好，大家准备啊！它会震动一下，然后你开启了非静音模式的话，它是会有一个音效的。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？然后我再把这个切换回去，这个感觉是非常不错的，一个表无限可能，很符合我对于小米产品的一个印象。可以预见，在未来肯定有很多第三方的表圈开发出来，这一点确实很不错。谁会拒绝给自己的手表偶尔变个装呢？这个外观大家来仔细的看看，你喜欢吗？可以打个几分。I am out of ordinary. I am out of ordinary. And when I see my own reflection, how am I unique?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系统。刚才我们在开箱也看到了，它搭载的是澎湃系统，所以它和小米之前的手表会有什么不同呢？会更流畅吗？会有更多的功能吗？大家接下来一步一步看完。先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小结论：如果你是米家生态，且刚好你要购买手表，那么充它贼方便。首先是表盘界面的讲解，怎么样切换表盘呢？还是和之前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它有部分表盘它是有这种不同样式的选择，然后比如说这个，它可以变换颜色，然后在后面它可以变换这个指针的颜色，然后数据可以切换成电量、卡路里、步数这些东西。切换好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点击勾，然后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切换的这个流畅度是非常 OK 的啊，就比如说这个都是非常棒的，并且在 APP 里面你下载到自己的表盘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编辑，
就可以选择它的样式，然后选择它的这个颜色啊，还有功能。然后来讲一下操作逻辑，它下滑还是一样的这些信息，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动画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信息它是可以点进去的，也可以查看。操作逻辑是和手机是一样的，在里面啊，就比如说点进去信息返回，它和手机是一样的。左滑的逻辑是和之前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这些小组件。然后上滑，它是控制中心，这个勿扰模式、静音模式、台湾亮屏、设置、手电筒，然后这个是多端联动，下面这个是电池，它可以进入低电量模式，这个找手机，那它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，停止查找，然后这个是排水模式。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小组件，小组件它是可以在手表上面进行管理，它是可以更改布局。比如说，它现在是一个上下3分的这一个布局，我们可以改成4×4，然后格子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些卡路里、选择步数之类的东西，就可以自己搞定。当然，我是推荐大家使用手机端小组件管理。它会更加便捷一点，比如第一个或者设成活力指标，这个设成卡路里，这都是可以的，然后非常方便啊，然后也可以拖动这个顺序，你看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自定义。它是一款42毫米的智能腕表，466×466分辨率，326的 PPI，600尼特的全局高亮度。当然，旗舰产品肯定是有自动亮度的，这回终于是全表盘都标配了息屏显示，都有对应的息屏。在 APP 里面随便点击一个这个表盘，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息屏之后的一个效果啊，所以这一点还是挺棒的。而且屏幕亮度高，一些表盘不仅常亮显示非常不错，在息屏模式下也非常的出彩。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些表盘，都还挺不错的。表盘目前的数量以及种类我也给大家截图，感兴趣的可以暂停观看。小米手表23的表盘主要分为9大类：官方预制、创意、动效、商务、运动、多功能、简约、科技、节日表盘、照片表盘。接下来就是目前所有功能的演示讲解，来看看和之前的系统会有什么差别。我们点击上键，就这个按键，进入所有的应用小程序。当然，我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，我还是把它们切换成单列视图，在设置里面就可以改成单列显示。好，第一个是运动，大家众所周知，小米的这个运动的选择是非常之多的啊。我详细算了一下，它一共有153项运动，直到它的生命周期结束，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用不完这些运动的，应该是比较全的。它是有一个这个轨迹图的，然后数据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心率区间、平均配速、平均步频、海拔、摄氧量、负荷。第二块是运动记录，第三个是跑步课程。它和之前的不一样的是，因为它这次有了语音的加入，所以进入跑步课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欢迎来到基础跑走结合课程。首先，快走2分钟，请将心率控制在98至154次每分钟。这一阶段的
要作用是热身，唤醒身体。在这个运动课程里面，它会有比较贴心的提醒，大家刚才已经注意到了。然后左侧是暂停、结束，然后播报的一个音量，然后或者是锁定屏幕。比如说这一块，我们可以发现下面的这个小图标，虽然它现在有点抖动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动画是非常 OK 的。在跑步课程里面也有很多非常详细的一些选项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。活力指标就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卡路里、步数、运动强度、训练状态这一块，因为我是这2天才拿到的，所以它是没有的。然后心率，它这边会显示你整一天的心率，它是可以开启一整天的这个心率检测的。全天，然后心脏、高心率、低心率，然后元气值也是可以设置全天的。血氧，全天血氧检测、低血氧提醒。睡眠，在睡眠里面，它的这个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啊，它是可以比较准确的检测到这个零星小睡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可以开启睡眠高精度检测、睡眠呼吸质量、压力。也一样是可以开启全天的呼吸训练。它一整个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也可以设置多少分钟，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、4分钟、5分钟。女性健康啊，这个懂的都懂。妙想中心，这个大家家里如果有其他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智慧屏之类的，它会显示在这里，然后在妙想中心是可以进行控制的。多端联动，这个需要有小米澎湃 OS 的手机才可以使用。据我的了解，它是在手机端进行点外卖，或者说有快递、导航之类的东西，它会有一个屏幕显示在这儿。具体的得等我的这个米14到手了，我来给大家演示看。米家，在米家里面你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房间，然后进行一些快捷的操作。我建议这个直接使用小爱。然后小爱同学，这次它是拥有了语音，没听懂，可以换个说法吗？那它的语音质量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结合我接下来要说到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功能是绝杀啊，天气，这个就非常像手机端的一个这个 UI 的一个操作了。卡包，这里可以添加一些 NFC 的这种卡片。日历，日历和日程它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的，它是可以看到一些自己设置的日程，代办也是和手机直接联动的。联系人，这个看你自己加的啊。电话，我这款它是蓝牙款，所以它是可以进行拨号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拨通一个号码，或者说直接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啊，拨号，那它这边就直接在开始进行拨号了。然后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个录音，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它这样就是开始录音了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标记，时间标记，但我不知道这个目前有什么用啊。我们点击确认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查看。但是如何把它分享出来，我目前是不知道的。音乐，这个它可以切换手机音乐和手表音乐。手表音乐的话，我这边已经导入了2个，就一个是周杰伦的夜曲，一个是年少的你。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播放的音质啊，还是播放我们熟悉的夜曲。背负若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孤独的风景，失去
大家感觉这个音质怎么样呢？或者说，你可以接受吗？遥控拍照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录制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倒计时，我把它关了，那这样一点，它就进行拍摄，也可以设置倒计时，比如说3、2、1，来3、2、1，好，它拍了，那就是这么一个作用。闹钟、秒表、倒计时。这些东西在这个手表上有了小爱同学之后，大家就可以不用自己手动去设了。世界城市，它这边多了一个气压计啊，海拔，然后指南针。那找手机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，手电筒。它这个600尼特的亮度是非常亮的啊，在手表上面看起来。支付宝。我现在用这个微信用的比较多一点，那微信支付我已经是搞定了，然后也设置了快捷的方式。在设置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我们还是一个个来讲，就是这个表盘管理。表盘管理目前是长按表盘就可以进行一个切换嘛，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关闭，或者直接从这里进去蓝牙耳机，就是说它是可以直接连接蓝牙耳机的。声音与震动，静音模式，我现在是开启了和手机同步，然后震动的强度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对这方面比较敏感的用户，还是得去小米之家，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啊。显示与亮度，屏幕亮度它是可以自动的。熄屏时间，我现在为了给大家演示是设置的5分钟。台湾亮屏，我其实是设置的。这个按照作息时间来，双击亮屏、膝盖遮屏熄屏显示。它默认的熄屏挺多种的，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吧，还是表盘它自带的那个熄屏会好用的很多，而且那个质感是挺好的啊。消息通知这边我是开启了仅手机解锁通知和请佩戴通知，勿扰模式我这个是联动手机的。快捷手势这个东西我要给大家讲一下，这2个真的是贼好用啊，特别是这个向内翻望，我是设置了语音助手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25分钟后叫我。然后这个快速摇晃手腕，它直接就唤醒这个微信支付，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开始啦。你把取件码报我一下看一下。有一个错件，它今天带着红包刷卡支付。这2个东西真的是，我认为这个手表更新对我最大的诱惑力，因为我是米家系统嘛，所以在家里在工作室我就可以直接用它来进行控制，而且不需要再次喊一次这个小爱。运动识别，我这个是关掉了啊，它可以识别健走、跑步、骑行、划船机、椭圆机、跳绳这些东西。这个我们刚才说了，单链显示和网格显示，我改回网格啊。下键自定义，我是自定义了这个日程，因为我更新视频更新的比较勤快嘛，所以我一般都会在日程里面放我的行程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自定义。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功能啊，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进行自定义啊。识别密码我是关闭的。新手引导、系统操作，这里就有一个重启关机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连接到新手机，应该是可以保存数据，直接连接新手机其他东西就没什么好看的了。好，我们回来，在最后它还有QQ 音乐和网易云。我这里先为大家演示网易云，它是需要手机有网的啊，它是可以直接播放我们喜欢的歌曲，然后私人 FM 每日推荐，其他的不能了。然后本地歌曲自己的歌单是显示不了的，只有我喜欢，然后私人 FM 每日推荐、个人账户这些。然后它是可以后台运行的，这样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它有一个网易云的一个小图标，我们点击就可以进入，但是我们选择返回，它是
直接结束的，就是退出了后台程序。然后科学计算器，这些功能都有666加2等于668。百度地图，百度地图它是直接在手表端显示该怎么走，它是没有办法显示地图的。我待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百度地图它的导航是一个什么情况。我们要选择骑行、自行车或者是步行，然后我们点击开始导航。手表端它自动就会有这个信息出来，就是箭头嘛。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，不需要自己去手动打开。接下来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米运动健康，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手表的储存空间是有2个 GB 的位置可以供我们使用，并且除了直接在音乐 APP 里面下载，还可以在运动健康 APP 里面导入本地的，甚至是新建歌单。导入的速度不算快，但好在不需要干等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操作手机或者手表，这个体验还算 OK。闹钟、日程、代办都可以开启同步手机，保持一致。不过目前有点遗憾的就是，应用商店没有第三方的应用可供下载。下方的睡眠模式、勿扰模式也可以直接设置和手机同步。目前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更新是 SOS 紧急求助，建议都选择开启，然后设置好自己的紧急联系人。跌倒或者3机侧面下方的按键就会拨号，而且逻辑是对的，不需要你在屏幕上面确认，直接进入拨号倒计时。希望大家不要用到。在运动健康里面依然会有拳击训练课程，我还是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在这里选择体感互动课程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，这里会有一个已经连接的状态，我们点击开始训练。那手表它会自动的进入，然后它提示你挥拳开始训练。首先，让我们开始热身。好的，接下来主训练环节，右脚前，左脚后，4直4勾，4、3、2、1，4、3、2、1，弹跳。再次，开始，4、3、2，弓弦向上 ，yes。这就是小米手表 S3 目前全部功能了，这只是一个带大家全面了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会继续体验，过几天给大家制作更加详细的体验视频。我在这2-3天的使用中也确实有一些感受，先和大家聊一聊。首先这个外观，我觉得默认的就非常低调简约，配合一些表盘，我是觉得挺高级的。如果换上个性的表框，那么立马又变了感觉，有点青春活力的意思。在佩戴体验上，因为我之前佩戴的一直是佳明的52毫米，所以我佩戴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是挺舒服的。就目前而言，我是非常喜欢它2个点。第一个肯定是这个快捷手势，真的这个我尝了好久了，这个功能加上小爱，对于小米生态来说真的太香了。不用说话就直接可以呼唤小爱的感觉，真的提升了很大的体验。这个功能我在华米之前的手表里面有体验过，它是一个离线的语音，这次终于在这上面可以有非常方便的体验，这点是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购买了一定要开启。第二点是息屏表盘，因为亮度是足够的，所以息屏表盘的质感是非常好的。再就是澎湃 OS for 手表的流畅度，这次手表的动画是真的挺好的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小米的手表里面感受到如此优秀的动画。不知道和小米14联动起来是个什么感觉，大家先等一等，我已经充米14了，在详细体验视频里面会详细的、仔细的说这一块的内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这是我的首发体验，总的感觉来说，小米手表 S3 是给年轻用户准备的一块百变手表，拆卸表圈在日后肯定是百花齐放，一起来讨论讨论。你们比较关心哪一块的内容，可以留言或者弹幕，我看到都会考虑放在下期视频里面详细的给大家说明测试。我是云飞，先关注一下呗，下一期米14开箱视频一更新马上就会推送给你，求个点赞支持投币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。